咱常说，宁得罪君子，莫得罪小人，尤其是那种整天吃斋念佛、笑里藏刀的资深高管。这甄嬛封妃，按理说是顺理成章，可偏偏在衣服上出了岔子。您说这内务府的人都是吃干饭的吗？非也。这背后若是没有一个能只手遮天、深谙老板软肋的大拿在操盘，借给那帮小太监几个胆子，也不敢拿前任皇后的遗物开玩笑。这就是典型的借刀杀人，借的是老板的旧情，杀的是你的前程。换作是您，在看似一帆风顺的升迁路上，能嗅出那件衣裳里散发出来的阴谋味吗？今儿个咱就得揭开这层华丽的绸缎，看看里头藏着的职场杀局。话说这人呐，活在这世上最怕的就是顺风顺水这4个字，您各位咂摸咂摸，是不是这个理儿？咱们老祖宗留下一句话叫满招损，谦受益，可这人要是到了那烈火烹油、鲜花着锦的地步，心气儿一高，那眼珠子往往就只顾着往天上看，脚底下埋着什么样的绊马索，那是丁点儿都瞧不见了。咱们今儿个要聊的这第一场局，就是甄嬛封妃前夕那场看似喜气洋洋，实则阴风阵阵的盛极必衰捧杀局。您各位且随我把这镜头往碎玉轩里拉。那是甄嬛人生里最高光的一天，窗外的喜鹊喳喳叫，屋子里的香料氤氲着一股子志得意满的味道。您细瞧瞧甄嬛身边那些人，刘珠是在那儿忙前忙后的试着手势，那手脚麻利的像是在办自家亲姐妹的喜事。浣碧呢，那眼角眉梢里透着一股子咱们总算熬出头的张扬，连走路的步子都比往常重了几分。这就是典型的职场准高管上位前的众生相。可是您各位发现没有，越是这种时候，这环境里就越透着一种不真实的安稳，就像是暴风雨前那一阵子闷得让人透不过气来的死寂。咱们得把这显微镜对准那件吉服，那是整个陷阱的阵眼。按理说，封妃这等大事，内务府那帮见风使舵的太监们，哪个不是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伺候？那吉服的是用了最好的云缎，绣工的是苏州府最顶尖的绣娘不眠不休赶出来的。可偏偏就在这节骨眼上，刘珠那一嗓子惊呼，把这满屋子的喜气儿给震碎了。那件代表着身份、代表着未来权力的吉服，竟然破了。您各位咂摸咂摸，这早不破晚不破，非得在临上场答辩的前1个钟头破，这是巧合吗？这时候咱们得聊聊这职场里的后勤陷阱了。在座的各位想必都有过这种经历，您准备去见一个天大的客户，或者要上台做一个定乾坤的汇报，结果临出门发现 PPT 打不开了，或者是精心准备的样机出故障了。您觉得这是自个儿倒霉？非也。这在老辣的职场博弈里叫切断你的技术支撑。内务府那些太监，那就是公司的后勤部，他们最是会看风向的。要是没人打招呼，借给他们100个胆子，他们也不敢在这吉服上动刀子。这说明什么？说明在甄嬛还沉浸在皇上那句婉婉的柔情蜜意里时，那个真正掌控着公司核心资源的老高管皇后已经把手伸到了最细微的环节里。您看这细节，那吉服上的破口子，不是刮蹭的，也不是重铸的，那是被人拿针尖一点一点挑断了经纬线，外头瞧着好好的，只要一上手一受力，立马就得散架。这手笔阴狠就阴狠在他抓住了甄嬛的心理盲点。甄嬛这人聪明归聪明，可他那时候太自信了，他觉得皇上宠他，觉得自个儿立了功，觉得这满宫里的人都得高看他一眼。这种心理在职场上最危险，叫防御性缺失。因为他觉得大势已定，所以他对这种生活细节的警惕性降到了冰点。咱们再换个视角，瞧瞧景仁宫那边。皇后这会儿正坐在那张雕龙画凤的宝座上，
手里不急不慢地拨弄着那串念珠，那念珠磕碰出的每一个声音，其实都是在计算着甄嬛崩溃的倒计时。皇后这个老董事长夫人太懂皇上了，她也太懂这后宫里的规则了。她知道直接去皇上面前说甄嬛的坏话没用，那叫低级黑。真正的高级黑是给你搭一个让你自己往下跳的台阶，是利用你的急功近利，利用你的别无选择。您说，当甄嬛看到那件破损的吉服时，她第一反应是什么？是慌乱。这种慌乱是致命的。人在极度焦虑和时间压力下，智商会迅速下降。这时候，只要别人递过来一根稻草，哪怕那根稻草是带着倒钩的，他也会毫不犹豫地抓上去。这就是皇后最毒辣的地方。我先把你原本的退路给掐死，逼着你去走我给你预备好的那条死路。咱们现实生活中，这种捧杀后的绝杀还少吗？老板口口声声说你是公司未来的接班人，把你捧到云端，让你在还没拿到正式任命书的时候，就先去处理那些最容易得罪人的烂摊子。你以为这是对你的考验，其实这是在消耗你的群众基础，是在给你埋雷。甄嬛封妃前的这种被捧起来的状态，让她觉得自己已经立于不败之地，所以当这小小的衣服出了差错，她想的不是这事儿蹊跷，得去跟皇上实说，她想的是我不能在这个关键时刻出洋相，我得把这事儿平了。您瞧瞧，这就是心态上的转变。一个职场人一旦开始产生了遮丑的念头，他就离掉坑不远了。这时候，那件原本该在内务府档案里吃灰的纯元旧衣就要粉墨登场了。它就像是一个精心包装过的备选方案，在最恰当的时机，由一个看似忠厚老实的太监递到了甄嬛面前。您说，这就是咱们常说的巧合吗？这世上哪有那么多巧合？所有的巧合，不过是更高段位的博弈者计算出来的必然。咱们看到的不仅仅是一件衣服的破损，而是一个人心理防线的全面坍塌。甄嬛在那一刻已经从一个博弈者变成了一个入局者。她看着那件破衣服，心里那种对权力的渴望，对体面的执着，已经完全压过了她本该有的理智。您各位咂摸咂摸，换作是您，在那种万事俱备，只差临门一脚的时刻，面对突如其来的变故，您是会停下来审视这背后的阴谋，还是会急着找个平替把场子圆过去？这人性的软肋啊，就在这圆场二字上。咱们这一段的悬念也就在这儿。这件由皇后亲信送来的，号称是前任遗物的旧衣裳，甄嬛在穿上去的那一刻，手心里难道就没出过汗吗？她难道真的没觉得那姜黄色的光泽里透着一股子令人发指的寒气吗？咱书接上回，话说这岁玉轩里头，那件破了口的吉服就像是一记闷雷，把原本喜气洋洋的气氛给炸了个稀碎。您各位咂摸咂摸，这人到了这时候，心里最先冒出来的是什么？不是怀疑，是急。这急火攻心啊，最是能让人这脑子转不过弯来。甄嬛这会儿正坐在那儿，眼睛盯着那道扎眼的裂口，心里头怕是已经翻江倒海了。这封妃可是天大的事儿，内务府的册封礼就在眼前，皇上已经在太和殿那边等着了。这时候要是衣冠不整的过去，那不是给皇上长脸，那是往皇上老人家脸上抹黑啊！在咱们职场里，这就好比你辛辛苦苦干了3年，总算熬到了年底分红当众受奖的那天，结果临上台发现裤子拉链坏了。这不仅仅是丢人的事儿，这是坏了规矩，是没把老板，没把整个公司的面子放在眼里。就在这火烧眉毛的当口，咱们这出戏的第2个局，这所谓的救命稻草诱敌局，可就正式拉开大幕了。您瞧，这时候碎玉轩门外头传来了那一阵不紧不慢的脚步声。来的人是谁？是内务府的一个小太监，手里头捧着个明晃晃的托盘，
上头盖着一层红绸子。这小太监一进门，那腰弯的比平时还要深上几分，脸上的笑容那叫一个职业，就跟咱们现在那些专门给人挖坑，表面上却客气的不得了的老油条同事一模一样。他一张嘴，那声音间隙里透着一股子为您着想的热络劲儿。婉嫔娘娘，内务府那边知道吉福出了点子意外，这不，总管怕耽误了娘娘的大喜事，特意把压箱底的一件旧吉服给翻出来了。您瞧瞧，这成色，这绣工，跟您那件那是半点不差，先救个急，保准出不了岔子。您各位在这儿得留个神，咱得盯着这小太监的眼神瞧。他说话的时候，那眼珠子是不是在眼眶里贼溜溜的转？他不敢正眼看甄嬛，那是心里有鬼。可这会儿甄嬛心乱如麻，哪里顾得上看一个奴才的眼神？他这会儿满脑子想的都是有救了。这在咱们职场学里叫应急补偿心理。当一个人处于极度焦虑和匮乏的状态时，他的判断标准会瞬间降到最低。只要能把眼前的坑给填上，只要能把这个场子给圆过去，他会下意识的选择那个成本最低、最省事的方案，哪怕这个方案背后透着一股子说不出的邪气。您再咂摸咂摸这压箱底3个字。职场里要是有人跟你说，这儿有个现成的方案，你拿去改改就能用，或者这儿有个老客户的旧合同模板，你照着签就行，您可千万得长个心眼。这旧字背后往往藏着上一任留下的雷。可甄嬛那时候太年轻了，她虽然读过不少书，见过不少世面，可她毕竟没经历过那种职场生死局。她看着那件明黄色的衣裳，心说这颜色，这规矩，确实是非位的配置。她哪知道啊，这件衣裳它不叫救急服，它叫催命服。这时候咱得看看甄嬛身边那2个丫头。刘珠是个实诚孩子，只顾着高兴，可那个浣碧，您仔细瞧她的神色。浣碧这丫头心里是有小九九的，她一向自诩眼界高，觉得自己比旁人聪明。她瞧着那件衣裳，还凑上去摸了摸，嘴里嘟囔着，这绣工竟比先前那件还要精致些。您瞧瞧，这就是典型的认知误区。在职场里，很多时候这种看起来更好的选择，往往就是最致命的毒药。如果一个方案完美的不真实，那它背后一定藏着一个你付不起的代价。这小太监把衣服送过来，那真是1秒钟都没多待，放下东西，讨了个赏，脚底下像抹了油似的就溜了。这叫脱身术。咱们在职场里办事，要是有人给你送个东西，放下就跑，连句交接的话都不敢多说，那这东西100%有问题。这内务府的人都是皇后的耳目，他们这会儿心里明镜似的，这衣服是已故纯元皇后的遗物，那是皇上心尖上的逆鳞，谁碰谁死，谁穿谁亡。可他们就这么堂而皇之的送过来了，而且还掐着点儿，让你没有时间去核实，没有时间去请示。这其实就是一种高阶的职场信息差攻击。皇后乌拉那拉氏坐在景仁宫里，她根本不用亲自出面，她只需要利用信息的不对称。她知道这衣服的来历，而甄嬛不知道。她知道皇上的软肋在哪儿，而甄嬛只知道皇上宠她。她就这么静静地看着甄嬛一步步走进那个专门为她量身定制的陷阱。这哪是衣服啊？这分明是给甄嬛挖的一座华丽的坟墓。咱们现实生活中这种事儿还少吗？老板交给你一个任务，这时候有个热心的老同事跑过来，递给你一份过往的数据资料，说你就照着这个逻辑写汇报，老板最吃这一套。你兴高采烈的拿去用了，结果在会上被老板当众拍了桌子，说你剽窃，说你触碰了公司的保密红线。那时候你回头找那个老同事，人家准保是一脸无辜。哎呀，我也不太清楚，
我以为那是公开资料呢。您瞧瞧，这路数是不是跟着内务府送衣服的小太监如出一辙？甄嬛在那一刻其实是有机会破局的。如果她能冷静下来想一想，为什么内务府会恰好有一件飞位的救急服？为什么送衣服的人这么匆忙？哪怕他派人去问一问方若姑姑，或者是去跟皇上身边的苏培盛透个底，这局可能就解了。可坏就坏在，他这会儿太想证明自己了。他觉得自个儿马上就要封妃了，得拿出一个完美的状态，不能让皇上失望。这种自我完美主义的心理，成了皇后手中最锋利的一把刀。您说，当甄嬛伸出手去，轻轻抚摸那件衣服上冰凉的丝绸时，她难道就没感觉到一丝不对劲吗？那衣服里散发出的淡淡檀香味，那是深宫禁忌的味道啊。可她这会儿心里全是功名利禄，全是那所谓的宠爱和荣耀，那点子灵光一现的直觉，早就被满屋子的喜气给冲散了。这时候的甄嬛已经完全进入了皇后预设的轨道。接下来，她就要换上这身衣服，对着镜子去迎接她人生中最大的那个响雷了。书接上回，咱们这出大戏算是到了最揪心，也最能照见人性的地方了。话说到这儿，甄嬛已经把那件姜黄色的旧吉服给穿在了身上。这会儿，她正站在碎玉轩那面巨大的黄铜镜子前头。您各位咂摸咂摸，那镜子里照出来的到底是荣华富贵，还是万丈深渊？您要是仔细端详过那面镜子，您就能明白，这职场里最怕的不是你看不见敌人，而是你看不清自个儿。您瞧，此时的碎玉轩内香烟缭绕，那是混合了新鲜的月季和那件旧衣裳里透出来的陈年檀香味。甄嬛伸出那双如削葱根般的手，轻轻拉了拉衣襟，那云缎的触感微凉，像是蛇的鳞片划过指尖。她对着镜子左右侧了侧身子，那姜黄色的光泽在夕阳的余晖下泛出一种沉静而庄重的质感。您各位发现没有，甄嬛在那一刻眼神里流露出来的不仅仅是满意，更有一种终于得偿所愿的傲气。这种傲气就是职场里最毒的麻醉药。他看着镜子里的自己，心里头怕是在想，这衣服虽然说是旧的，可这成色，这合身程度，简直就像是为我量身定做的一样。这说明什么？说明皇上心里有我，连内务府都得拿最好的东西来供着我。这就是咱们常说的成功后的心理防御塌陷。在职场里，当您刚打了一场胜仗，或者是刚拿到一个梦寐以求的头衔时，您的认知就会产生一种剧烈的偏差。您会觉得周围发生的一切好事都是理所应当的，甚至会把一些极其反常的信号强行解释为对自个儿的奖赏。甄嬛这时候难道没觉得这衣服的款式有点过时吗？她难道没觉得这姜黄色的饱和度跟她平时穿的那些鲜亮颜色有细微的差别吗？她察觉到了，但她选择了自我催眠。她告诉自己，这是大典，庄重一点是应该的。这在咱们人情世故里叫主观美化。当一个人太想得到某个东西的时候，他会自发的为这个东西身上的所有疑点寻找合理的借口。您再瞧瞧那镜子旁边的两个丫头，浣碧这会儿正拿着一根金簪子在那比划着，嘴里满是恭维话。娘娘穿这身，真是比那件新做的还要气派，这才是妃位该有的样子呢。这话听着顺耳，可在咱们听书人的耳朵里，那简直就是催命的鼓点。浣碧这孩子心气儿高，眼界却窄，他只看出了衣服的华丽，却看不出这华丽背后的杀机。这就像是公司里的那些马屁精同事，当你做出一个错误的决策时，他们不仅不提醒你，反而为了讨好你，变招法的夸你英明神武。这种集体无意识的氛围，就像是一个厚厚的茧，把甄嬛紧紧的包裹在里面，
让他彻底丧失了最后一点警觉性。咱们得把这镜头拉近了，盯着甄嬛那只抚摸袖口刺绣的手。那上面绣的是凤凰还是牡丹，其实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那针脚里藏着的故事。那是纯元皇后的遗物啊。纯元是谁？那是皇上心里那座永远翻不过去的大山，是这个大集团公司里最神圣不可侵犯的原始股权所有者。甄嬛此时穿上这身衣服，在不知情的人眼里是高升，在知情的人，比如那位正坐在景仁宫里稳坐钓鱼台的皇后眼里，这叫僭越，这叫冒读。这就好比说，在一家老牌家族企业里，你一个刚提拔上来的空降兵，为了显摆自个儿的身份，大摇大摆地坐进了早已过世的老董事长留下的那个办公室，甚至还动用了老人家生前最心爱的文房四宝。你以为你是在接班，其实你在活着的继承人眼里，这就是在挑衅，是在作死。职场里的底线和红线，有时候并不是写在规章制度里的，而是藏在老板的记忆里。你要是没搞清楚公司的文化禁区，哪怕你业绩再好，哪怕你宠冠后宫，只要这一步踏错，那就是万劫不复。咱再说回那面镜子，镜子里的甄嬛，美则美矣，却透着一股子替身的悲哀。这种认知偏差最残酷的一点就在于，你以为你是在展示自我，其实你是在满足别人的投射。甄嬛以为皇上爱的是她这个鲜活的灵魂，殊不知这件旧衣裳一旦穿上，它就成了皇上眼里的一个物件，一个用来怀念旧情的工具。这种被物化的危险，是每一个处于事业上升期的女性最容易忽略的。你以为你凭本事拿到了资源，其实别人可能只是把你当作某个人的低配版或者平替版。这时候，碎玉轩外的更鼓声响了，那声音沉闷而急促，像是死神的倒计时。甄嬛整了整衣冠，对着镜子露出了一个她认为最完美的笑容。那个笑容里有对未来的憧憬，有对对手的不屑，还有一种胜者为王的笃定。可谁能想到，这竟是她作为一个宠妃最后的一个笑容了。这就是职场博弈里的至暗时刻，往往发生在你觉得最光明的时刻。当所有的外部信号都在告诉你赢了的时候，其实你已经输得连底裤都不剩了，因为你把敌人的陷阱当成了战袍，把老板的毒药当成了甘露。您各位咂摸咂摸，这时候要是有人冲进去，一把扯下甄嬛那件衣裳，大骂他一句糊涂，这戏还能接得下去吗？接不下去了。因为人一旦入了这个认知偏差的局，除非撞到南墙，否则谁劝都没用。这种心理上的路径依赖，让甄嬛在那一刻丧失了一个聪明人该有的所有直觉。她被那面镜子里虚假的繁华给迷住了眼，被周围那帮帮凶的吹捧给堵住了耳。她不仅在穿一件衣服，她是在亲手给自己编织一个逃不掉的囚笼。现实生活中，咱们身边是不是也有这样的人？刚当上个小科长，就不知道天高地厚了，开始用那种自以为是的领导派头去处理所有事情，结果没过2天就因为触碰了某个潜在的利益集团而被边缘化。他们到死可能都在纳闷，我明明表现得很专业啊，我明明是在履行职责啊，为什么大家都不待见我？其实啊，就像这甄嬛一样，你穿错了衣服，你站错了位子，你表现出的那种不合时宜的张扬，本身就是一种原罪。这一段认知偏差镜像局的拆解，咱就说到这儿。您瞧，甄嬛已经迈出了碎玉轩的大门，那姜黄色的裙摆在青砖地上摇曳，每走一步都像是踩在皇后的心坎上，也踩在皇上的逆鳞上。这时候的甄嬛，美得让人心碎，也蠢得让人心惊。关于成功后的认知盲点和职场身份越位的深挖，您各位听着还觉得解渴吗？是不是咱们得再往深处走走，
瞧瞧那个在那儿稳坐钓鱼台，连一句话都不用说就让甄嬛自投罗网的隐形操盘手。如果您觉得这层皮包得够干净，那咱接下来就得去景仁宫咂摸那杯带着杀气的热茶了。这接下来的隐形操盘手的静默局，那才叫真正的杀人不见血呢。您说是不是这个理儿？咱书接上回，且说这碎玉轩里头，甄嬛已经对着那面勾魂摄魄的黄铜镜子，把那件姜黄色的催命服给穿得严丝合缝了。您各位咂摸，这时候的甄嬛心里头那点子虚荣心，那点子对权位的渴望，是不是已经把他平日里那点子聪明才智给遮得严严实实了？他这一出门，步子迈得极稳，自以为是走向那凤凰涅槃的宝座，可他哪知道，在这紫禁城的另一头，那景仁宫里头，正有一双冷得像冰窖一样的眼睛，隔着重重红墙，死死地盯着他脖梗子后头那点子温热的气儿呢。好好聊聊这位隐形操盘手的静默局，也就是咱们那位端坐高位吃斋念佛的皇后娘娘，是怎么不费吹灰之力，就让一个如日中天的职场新贵自个儿把自个儿给埋了的。您各位随我把目光转到景仁宫，这儿可不比碎玉轩那般热闹，这儿静的掉根针都能听见响儿。您瞧，皇后乌拉那拉氏这会儿正歪在那张垫了厚厚锦缎的罗汉床上，手里头端着一盏明前龙井，那茶杯盖磕在茶沿上，发出极其轻微却又极其清脆的哒哒声，这声音在空荡荡的大殿里回荡，就像是死神在算计着时辰。您各位细瞧皇后的那只手，那长长的护甲套子，金灿灿的，在暗影里闪着一种不怀好意的冷光。她那一脸的慈悲相，嘴角带着一丝似有若无的笑意，那是真正的职场老董事长夫人的定力。她不需要去内务府指手画脚，不需要去皇上面前吹枕边风，她只需要在这个局的开头拨弄那么一下，剩下的自然有甄嬛的野心和皇上的忌惮去帮她完成这最后一击。这就叫最高级的博弈，是利用人性。在座的各位职场老手，您各位咂摸，这皇后这会儿在想什么？她想的绝不是甄嬛穿这衣服好不好看，她想的是时机。一个顶级的操盘手最擅长的就是等待。他知道甄嬛这种人聪明、清高、自负，一旦抓住了升迁的机会，必然会全力以赴。而内务府那帮人全是在他手心里攥着的，给甄嬛的吉服弄个破口子，那不过是动嘴皮子的事儿。真正的杀招在于，他笃定了甄嬛在走投无路的时候，必然会接受那个看似完美的备选方案。这在咱们现代职场里叫定向诱导失败。您看，这时候皇后身边那个简秋姑姑凑了过来，压低了声音在那耳语：“娘娘，那边已经动身了，穿的就是那件。”皇后听了这话，连眼皮子都没抬一下，只是轻轻吹了吹茶碗里的浮沫。这一个动作，您各位看官可得看仔细了，这叫一切尽在掌握。在职场里，那些真正狠的角色，从来不在会上跟你拍桌子瞪眼，也不在背后说你坏话，他们只会默默地看着你按照他们预设好的轨迹，一步步走向红线。为什么皇后这会儿这么稳？因为她抓住了这个局的核心，不可调和的认知红线。咱们得聊聊这红线到底是什么。在那位外表威严、内心孤独的皇上眼里，纯元皇后不是一个死去的女人，那是她的青春，是她的信仰，是她内心深处唯一一处不能被亵渎的净土。而这件旧吉服就是这块净土的化身。甄嬛穿上它，在皇上看来，不是在向纯元致敬，而是在挑战他的权威，是在试图取代那个神。这种心理错位，就是皇后送给甄嬛的断头台。皇后太了解皇上了，她知道皇上可以宠你，可以给你位分，可以给你金银珠宝，
但唯独不能让你去碰那个他用来逃避现实、自我感动的精神图腾。这就像是咱们在公司里，某个元老级的创始人虽然不在了，但老板一直留着他的办公室，甚至连桌子上的灰都不让擦。这时候你一个立了功的小主管，为了显摆自个儿在老板心里的位置，大摇大摆地坐进那间办公室去处理公务，你以为你是在分忧，其实你是在老板心口上扎针。皇后这一招叫借死人杀活人，她把自己藏在阴影里，让甄嬛去冲撞皇上的底线。您说这心机，这手笔，是不是让咱们这些活在现代职场里的人后脊梁骨都发凉？咱们再咂摸咂摸皇后的那份静默，这种静默里藏着一种对权力的绝对自信。她不急，她甚至还有心思在那儿摆弄那几盆刚开的秋菊。这在心理学上叫延迟满足的高阶形态。很多职场人在算计别人的时候，总想早点看到结果，总想亲自去踩一脚，那样反而容易露出马脚。可皇后不一样，她知道有些局一旦发动了，就有了她自个儿的生命力。甄嬛只要穿上那件衣服，就等于签了一份自愿毁掉前程的合同。皇后这会儿的静默，其实是在给自己留退路，也是在享受这种猫捉老鼠的快感。您瞧，这时候皇后突然放下了茶碗，悠悠地感叹了一句：“这日子过得真快，转眼间姐姐都走了这么些年了。”这话听着像是感伤，实则是最毒的咒语。她是在提醒自己，也是在提醒周围的所有人，这宫里永远只有一个人是无可替代的。这种制造稀缺性和神话先行者的手段，是打压竞争对手的终极武器。只要纯元这个神位不动，任何后来者，无论你多得宠，无论你多有才华，你永远都只是一个平替。咱们现实生活里，这种平替的悲哀还少吗？老板经常会对着你感慨，说当年的老王要是还在，这项目肯定干得比现在漂亮。你听了这话，心里头是不是特不是滋味？你是不是会更努力的想去表现，想去超越那个老王？可你不知道，只要你存了这份心，你就已经落了下乘了。因为你是在一个别人制定的标准里玩游戏，你的每一次努力都在强化那个先行者的高大形象，而你自个儿却在变得越来越模糊。皇后这会儿的心境，那就是一个等字。等甄嬛走进那个明晃晃的陷阱，等皇上那雷霆万钧的怒火，她甚至已经预想到了甄嬛待会儿那副惊惶失措、百口莫辩的模样。这种对他人命运的绝对把控感，才是让皇后上瘾的东西。您各位说，这职场里最可怕的是竞争对手比你强吗？不是，竞争对手比你更了解你的老板，比你更舍得花时间去钻研那些你看不上的陈年旧事。甄嬛啊甄嬛，她这会儿正沉浸在管管这个昵称带来的甜蜜里，她以为这昵称是给她的，殊不知这昵称是给那个死人的。皇后在景仁宫里这一坐，做出了一个稳如泰山的格局。她把所有的风险都推给了内务府的太监，把所有的怒火都推给了皇上，把所有的过错都推给了甄嬛的不小心，而她自个儿依然是那个端庄贤淑、处事公正的皇后娘娘。这时候，景仁宫外的风紧了些，吹得窗棂咯吱咯咯作响。皇后站起身来，理了理身上的暗红锦袍，对简秋说：“走吧，大典要开始了，咱们也该去凑凑热闹，看看咱们这位新晋的管妃到底是个什么样的风采。”您听听这话，那风采二字被他咬得极重，像是要把甄嬛生生嚼碎了一样。这一段隐形操盘手的静默局，咱们就拆解到这儿。这就是高阶职场的博弈，不显山不露水，利用你的心理盲区，利用老板的心理红线，给你织一张逃不掉的网。这时候的甄嬛已经走到了大殿门口，
那道厚重的垂花帘子后面就是他命运的转折点。您各位咂摸咂摸，这种杀人不见血的静默，是不是比那些明面上的争吵要可怕得多？如果您觉得这皇后的心理咱抓得还算准，就要讲讲那最惊心动魄的雷霆一击崩盘局了。皇上掀开帘子的那一刻，到底发生了什么？那一眼又是怎么把甄嬛从云端直接踹进地狱的？书接上回，咱们这出大戏算是到了最惊心动魄，也最让人脊梁骨发凉的夺命时刻了。话说这甄嬛此时正迈着那仪态万方的步子，身着那件姜黄色的夺命绸缎，在一众小太监、小丫鬟的簇拥下，缓缓步入了太和殿的偏殿。您各位咂摸咂摸，这时候的碎玉轩主位心里头定是揣着一头壮鹿，既有那即将位列妃位的尊荣感，又有那得遇良人的小儿女情态。他哪知道啊，这垂花帘子后头坐着的不是正等着给他受印封妃的亲亲郎君，而是一个即将被他生生撕开陈年伤疤，瞬间变脸的雷霆君主。得使出这显微镜的手段，好好拆一拆这雷霆一击的崩盘局。您瞧，偏殿里头光线昏暗，只有几点龙涎香的火星子在暗影里明灭。皇上这会儿正背对着门口，坐在那张宽大的紫檀木龙椅上，手里头可能正摩挲着那枚象征着身份的妃位金印。他在等谁？他在等他的管管。可您得明白，皇上心里的婉婉是那个早已经化作红墙泥土，成了他心头白月光的纯元皇后。甄嬛这些日子受宠，说白了是在这皇上的职场幻觉里充当了一个极其完美的心理替代品。这就好比咱们在公司里，老板总夸你办事得力，其实是因为你身上有当年带他出道的那个老经理的影子，他夸的是你，看的却是那段回不去的创业岁月。这时候帘子轻轻一动，甄嬛进来了。她没敢抬头，这是规矩，也是她那点子自以为是的矜持。她盈盈下拜，那姜黄色的裙摆像一朵盛开的晚菊，铺在青砖地上。她声音清脆，带着那么一丝丝颤意，叫了一声：“臣妾给皇上请安。”您各位细瞧皇上的背影，在那一瞬间，皇上的肩膀明显颤了一下。那是一种什么样的心理反应？那是久别重逢的狂喜，是王者归来的错觉。皇上这时候的心理防御已经降到了负数，他急吼吼地转过身，连声音都变了调，带着一股子压抑了10几年的深情，低低地唤了一声：“婉婉，你回来了。”注意，重点来了。皇上这时候伸出一只手，想要去掀开那道隔在两人中间的珠帘。就在那指尖触碰到珠翠，发出清脆的一声叮当响的时候，整个世界的空气仿佛都凝固了。皇上掀开了帘子，眼里的那抹柔情还没来得及散开，就撞上了甄嬛那张写满了惊愕和不解的脸。您各位咂摸咂摸皇上这时候的眼神变化，那是从极致的柔情瞬间跌进极致的愤怒，中间连个缓冲都没有。这种眼神，老弟我在职场里见过。那是老板发现他最信任的下属竟然背着他动了他的核心资产，或者是发现那个原本被他当成偶像崇拜的标杆竟然是个伪劣产品时的那种幻灭感。皇上的瞳孔骤然收缩，那只原本要拉甄嬛的手僵在了半空中，指甲缝里都透着一股子杀气。他看到的不是甄嬛，他看到的是一个冒牌货，一个穿着他最心爱女人遗物在那儿招摇撞骗的卑劣员工。放肆！这一声怒吼真是如平地惊雷，把偏殿顶上的灰尘都震下来3寸。甄嬛吓得浑身一哆嗦，整个人瘫倒在地。这时候咱们得看看这现场的细节。皇上那张脸青筋暴起，那是气得。他颤抖着手指着甄嬛身上的衣服，嘴唇哆嗦着，半天挤出一句话：“谁准你穿这身衣服的？谁给你的胆子？”
这就是职场里最惨烈的触碰红线。甄嬛这时候还是懵的，她甚至还想解释：“皇上，这是内务府送来的。”可您觉得皇上这时候能听进去吗？在皇上眼里，这衣服就是纯元的化身，你穿上它，就是对纯元最大的亵渎。这在咱们人情世故里叫认知僭越。你以为你跟老板关系好，就可以进他的私人禁地，就可以动他最私密的物件，那是你自个儿没摆正位子。在老板心里，公是公，私是私，有些东西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原始图腾。甄嬛的失败就在于她把老板的私人情感当成了自个儿的晋升资本。您再瞧瞧这时候皇上的动作，他大步流星地走下龙椅，每一步都像踩在甄嬛的心口上。他一把扯住甄嬛的衣领，那丝绸撕裂的声音在寂静的殿内显得尤为刺耳。这哪是在撕衣服啊？这是在撕碎甄嬛所有的自尊，在撕碎那个宠冠后宫的幻象。皇上嘴里念叨着：“你竟然敢穿他的衣服，你这个贱人，你竟然敢！”这句话是整场局里最毒的箭。他把甄嬛之前所有的努力、所有的恩宠、所有的体面，全部一笔勾销。这在职场博弈里叫断根式打击。你以为你是凭本事上来的，结果老板一句话告诉你，你不过是个替代品。我让你上来是因为你长得像某人，我让你下去是因为你冒犯了某人。这种从灵魂深处的否定，才是让甄嬛真正崩溃的原因。咱们现实生活中，这种雷霆一击还少吗？您在公司干得风生水起，自以为是老板的心腹，结果就因为在一次酒桌上开了一个不该开的玩笑，触碰了老板内心深处的一块逆鳞。老板当场翻脸，以前所有的功劳瞬间归零。第二天你就收到了 HR 的辞退信。你纳闷啊，你委屈啊，你觉得老板不讲理。可您得明白，在高位者眼里，权力不仅仅是利益，更是一种秩序和尊严。你乱了秩序，犯了尊严，你就是有天大的功劳，也救不了你的命。这时候，皇后娘娘出场了。您各位咂摸咂摸皇后的那个出场时机，她不是早不来晚不来，偏偏就在皇上怒气达到顶峰的时候，她迈着那雍容华贵的步子进来了。她先是装出一副惊愕的样子，用帕子捂着嘴，惊呼一声：“哎呀，婉嫔，你怎么穿了姐姐的吉服？这可是大不敬啊！您瞧瞧这话，这叫不刀。”皇后每一个字都精准地踩在皇上的火头上，她不是在劝架，她是在给这把火添柴火。她用大不敬3个字给这件衣服的性质定了调，这不是穿错衣服，这是政治错误。皇后这时候的眼神，那叫一个深不可测。她看着倒在地上失魂落魄的甄嬛，心里头怕是在冷笑：“小样，跟我斗？你以为皇上宠你就万事大吉了？你根本不懂这后宫里的核心算法。”而皇上呢，这时候已经被愤怒冲昏了头脑。他听了皇后的话，更是觉得甄嬛心机深沉，觉得她是故意穿着衣服来邀宠，来挑衅皇后的位子。这就是多米诺骨牌效应。一旦你在一件事上失了信任，你之前所有的行为都会被恶意解读。甄嬛在那一刻，眼里的光熄灭了。她看着皇上那张因为愤怒而变得扭曲的脸，她才真正明白，原来这几年的恩情全是一场虚妄。她摸着身上那件姜黄色的旧衣裳，那原本温暖的丝绸，此刻却像冰冷的锁链，把她紧紧地锁在地狱里。这一段雷霆一击崩盘局，咱们拆的是权力的蛮横和人性的脆弱。皇上的怒火是这场局的终点，也是甄嬛人生的转折点。在那满殿的惊呼和怒斥声中，甄嬛的妃位梦碎成了一地的残渣。您各位咂摸咂摸，这种从巅峰跌落深渊的滋味，是不是比死还难受？
而在这种时候，那些平日里围着你转的人，又会是什么样的嘴脸呢？得聊聊那众叛亲离的围猎局，看看在甄嬛跌落神坛的一瞬间，这紫禁城里的职场生态是怎么迅速变异的。书接上回，咱们这出红墙大戏，算是到了最让人心寒，也最能看透这人世间冷暖的骨感时刻了。话说那太和殿偏殿里，皇上的那声放肆余音未落，甄嬛已经像断了线的风筝似的，委顿在那冰冷刺骨的青砖地上了。您各位咂摸咂摸，这一刻的静，比刚才那雷霆万钧的怒吼还要扎人。这就好比一个原本在公司年会上正要上台领大奖的明星员工，突然被老板当众扇了个耳光，还骂了一句你不配，那满屋子的衣冠楚楚，满屋子的喜气洋洋，瞬间就凝固成了冰渣子，扎得人浑身生疼。您瞧，这屋子里此时聚集了多少双眼睛？除了怒发冲冠的皇上，一脸痛心疾首的皇后，还有那跟过来伺候的一大帮子太监、宫女，更有那闻风而动，正伸长了脖子往里张望的各路嫔妃。这在咱们职场里叫失事现场的饱和围观。您细细咂摸这些人的眼神，那真是一个人一个心眼儿，一张脸一副算盘。咱们先瞧瞧离甄嬛最近的那个内务府总管。刚才送衣服的时候，他那腰弯得像只虾米，嘴里全是奉承话，恨不得把甄嬛捧成天上的文曲星。可这会儿呢，他那张胖脸上的肉抖得跟筛糠似的，眼神里哪还有半点子恭敬，全是惊恐和嫌恶。他下意识地往后退了2步，那步子挪得极轻，生怕皇上的怒火烧到他自个儿身上。这叫风险规避的生理本能。在职场里，当你的大腿突然倒了，那些曾经围在你身边转的后勤、行政，跑得比谁都快。他们不仅要跑，还得在心里咒骂你，由于你的失误，差点连累了老子的前程。您再瞅瞅那跟着甄嬛一块儿过来的刘珠和浣碧。刘珠这孩子心实，吓得跪在那儿直哭，那是真疼自个儿家小主。可您得盯着浣碧瞧，浣碧那张俏脸刷白，眼神里除了恐惧，竟然还闪过那么一丝丝的幻灭和埋怨。他在想什么？他在想，我原本指望跟着长姐这回疯了飞，我也能跟着鸡犬升天，在宫里横着走，谁知道长姐这么不中用，在这节骨眼上出了这么大的纰漏。这在人情世故里叫依附者的心理反噬。当你能带给别人利益时，你是亲姐姐、好领导；当你成了累赘，你就是那个带不动的坑货。这种心理虽然残酷，但它就是赤裸裸的人性。最精彩的还得数那位端坐在一旁，手里帕子绞得死紧的皇后娘娘。她这会儿不出声，那叫静音模式下的补刀。她看着皇上在那儿气得喘不上气，看着甄嬛在那儿抖成一团，她心里的那股子陈年恶气总算是顺了一半。可她面上还得装，她得维持那个贤良大度的总监人设。她轻移莲步，走到皇上身边，那声音柔得能滴出水来，却句句是钢针。皇上息怒，管嫔大约也是一时糊涂，太想在大典上给皇上个惊喜了，这才乱了分寸。内务府也是，怎么就这样巧，把姐姐的旧衣裳给翻出来了呢？您各位咂摸咂摸，这话是求情吗？这叫明修栈道，暗度陈仓。他先给甄嬛扣一个急功近利、邀宠无度的帽子，紧接着又把火引向内务府的巧合，实际上是在暗示皇上，这甄嬛心思深着呢，她可能是故意穿这身衣服来试探您对纯元皇后的底线，甚至是在挑战我的后位。在职场里，这种高级黑的手段最是防不胜防。对手表面上在帮你找台阶，实际上是把那个台阶给锯断了，让你摔得更响。这时候，原本在殿外候着的那些嫔妃们，虽然不敢进来，但那风言风语早就顺着门缝钻进来了。您听听那细碎的议论声，哎呦，
我就说嘛，这出身到底是不如大家闺秀，连这点子规矩都不懂。谁说不是呢？平日里瞧着那清高样，原来也是个为了上位不择手段的主儿。这些话就是落井下石的群像戏。在职场里，当你红得发紫的时候，大家都是夸你有个性、有能力。一旦你栽了跟头，你以前所有的优点都会变成攻击你的槽点。你的清高成了傲慢，你的聪明成了心机，连你平时爱喝口好茶都能被说成是挥霍无度、目中无人。这就是典型的围猎效应。在一个封闭的权力场里，一旦领头的那个狼王，也就是皇上，对某个个体表现出了极度的厌恶，那么整个族群都会自发地参与到这场围猎中来。因为只有通过践踏那个失势者，才能向狼王表达自个儿的忠诚和一致性。那些平日里跟甄嬛称姐道妹的，受过甄嬛恩惠的，这会儿没一个敢出来说话。甚至有人已经在心里打草稿，待会儿回宫后怎么跟甄嬛撇清关系，怎么把之前送出的礼再给要回来。咱们再说说皇上身边的苏培盛。苏公公那可是个人精中的人精，他这会儿垂着手，低着头，眼观鼻，鼻观心，整个人像节木头似的戳在那儿。他心里明白这衣服是怎么回事，他也知道甄嬛是被冤枉的，可他为什么不说话？因为他是老板的御用大秘，他最清楚老板这会儿不是在讲理，而是在发泄。这时候出来替甄嬛说话，那就是在质疑皇上的圣明，是在拿自个儿的脑袋去撞老板的火头。这种职场静默是对失势者最后的一击。当你环顾四周，发现连一个能帮你递个眼神、说句公道话的人都没有时，那种天崩地裂的孤独感才是最杀人的。甄嬛趴在地上，听着皇后的求情，听着门外的窃窃私语，看着那些曾经对自己笑脸相迎的奴才们现在的冷漠，他心里那点子对情分的念想算是彻底碎了。他突然意识到，这紫禁城哪里是家啊？这就是个冷冰冰的弱肉强食的决斗场。他手里抓着那姜黄色的丝绸，感觉那不是衣服，那是无数双要把他往深渊里推的手。当一个人从资源中心跌落到舆论泥潭时，你面对的不再是具体的敌人，而是一种集体性的恶意。这种恶意往往来自于你身边的人，来自于你曾经以为的依靠。这种众叛亲离其实是权力结构重组的必然结果。您各位咂摸，换作是您，在那种万众瞩目下被处刑的时刻，您是会像甄嬛那样绝望的瘫倒，还是会强撑着最后的一点体面去撕开那个幕后黑手的嘴脸？可问题是，在那样的环境里，谁会信你的辩解呢？真相在权力面前，有时候轻的连一粒尘土都不如。这一段关于围猎的心理和人情拆解，您觉得这寒气够不够重？这职场的残酷真相，是不是让您想起了某些曾亲身经历过的寒冷冬日？如果您觉得这一层剖析透了，那咱们接下来就得去面对那个最诛心的环节了，那张写着管管泪清的纸条。那才是整场杀猪盘的终极必杀技。书接上回，咱们这出红墙大戏算是到了最杀人诛心，也最让这世间女子心碎的一场死局了。话说那太和殿偏殿里，风雨欲来，皇上的怒火还没平息，甄嬛的身子骨已经在那冰凉的地上抖落成了筛糠。您各位咂摸，刚才那场众叛亲离的围猎，若是伤的是这甄嬛的皮肉和未分，管管泪清的幻灭局，那可就是实打实的拿着钝刀子，往这人心尖子上最嫩的那块肉上一下一下的豁啊！这哪是职场受挫啊？这分明是整个人生信仰的全面崩塌。您瞧，皇上在那儿气喘吁吁的坐回了龙椅，那龙袍的下摆扫过地面，带起一阵冷飕飕的微风。他此时看甄嬛的眼神，
哪里还有半点子往日里写诗作画、踏雪寻梅的情分？那简直就像是在看一个弄脏了他心爱玩具的烟杂物件。皇上随手从御案上抓起一张已经发了黄、边角都有些卷了的宣纸，那是他平日里私下怀念纯元皇后时写的墨宝。他像是扔垃圾一样，把那张纸灌在了甄嬛的脸跟前。您各位细瞧甄嬛那只手，那指尖儿颤巍巍的捡起那张纸，那一瞬间，这屋子里仿佛连呼吸声都听不见了，只有那宣纸翻动的沙沙声，像是不怀好意的鬼魂在窃窃私语。那纸上写的是什么？管管泪清，简简单单4个字，后头还跟着一句更扎心的暂待神灵。您各位咂摸咂摸这4个字，在座的老哥老姐，咱们活了大半辈子，谁没遇见过几个贵人，谁没听过几句赏识？可您要是哪天发现这贵人赏识你，不是因为你有本事，不是因为你人品好，而是因为你长得像他那个死去的初恋，或者是你说话的口气像极了他那个英年早逝的得力部下，您心里头那滋味，是不是比吃了苍蝇还难受？甄嬛在那一刻脑子里怕是炸开了一场五雷轰顶的响雷。他一直以为自个儿是这宫里头的独一份，以为皇上叫他管管是情趣，以为那以梅园的偶遇，那碎玉轩的交房之宠，全是冲着他这个活生生的有血有肉的甄嬛来的。结果呢？这张纸条像是一记响亮的耳光，把他所有的自尊、所有的骄傲，全部扇飞到了九霄云外。这就是咱们职场里最残酷的替代品真相。您各位在单位里辛辛苦苦爬到了中层，自以为是老板离不开的左膀右臂，结果某天在饭局上听老板酒后吐真言：小王啊，我之所以提拔你，就是因为你这股子不要命的加班劲头，跟我当年那个得力的小张一模一样，可惜小张跳槽了。您听听，这叫什么话？这叫杀人不见血。你在别人眼里从来不是一个独立的人，而是一个带着某种特定功能的符号，一个用来缅怀过去、填补心理空缺的平替。这种被物化的悲哀，是每一个职场进阶者最怕撞上的天花板。甄嬛在那儿惨笑一声，那笑声在空旷的大殿里回荡，凄厉的让人想掉眼泪。她抬头看着皇上，那眼神里最后的一点温情也熄灭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透彻骨髓的死寂。他问道：原来这些年的情爱与时光，终究是错付了。您瞧瞧这话，这哪是问皇上，这是在问天，是在问命。皇上这时候的表现更是绝情，他冷哼一声，连个正眼都没给，那意思很明白，朕宠你，那是朕给你的恩典，是因为你长得像他，那是你的福气，你居然还敢跟朕谈什么情分？这在咱们人情世故里叫不对等的交换逻辑。在高位者眼里，所有的恩宠都是有对价的。我给了你位分，给了你家人的荣华富贵，你只需要乖乖的当好那个影子就行了。你居然还想要真心，你居然还想要平等，这在老板眼里就是逾矩，就是拎不清。甄嬛的幻灭就在于她把职场契约当成了情感寄托，把老板的心理投射当成了双向奔赴。这种认知的错位，让他在看清真相的一瞬间，整个人都散了架。咱们再看看皇后的反应。皇后这会儿站在阴影里，嘴角那一抹若有若无的笑意，那是真正的胜利者的姿态。她心里最清楚，死掉的纯元是无敌的，因为死人不会犯错，死人永远停留在最美好的时刻。而甄嬛，无论她多么年轻貌美，只要她还是个活生生的人，她就永远斗不过那个被神化了的影子。皇后这一招叫利用死人立规矩，她让甄嬛明白，这宫里真正的主子永远是纯元，而她甄嬛不过是纯元倒影里的一抹浮云。这就好比咱们在公司里，
总有一个已经离职多年的传奇前辈，老板天天挂在嘴边，说人家当年怎么拿下大单，怎么力挽狂澜。你干得再好，老板也只是说不错，有几分当年某某的风采。这种对比是羞辱，是管理者最爱用的平衡术。它让你永远保持危机感，让你永远觉得自己不够好，让你只能通过更加卑微的模仿，更加疯狂地工作，去博取那一点点可怜的认同。可甄嬛毕竟是甄嬛，她的傲骨让她没法像安陵容那样甘心当一个玩物。那张纸条撕碎的是她的情，却也阴差阳错地激起了她的恨。您各位咂摸咂摸，这种幻灭感对一个人的摧毁力有多大？它会让你觉得你前半辈子所有的奋斗都是个笑话，你所有的体面都是别人施舍的戏服。甄嬛在那一刻，怕是连自个儿是谁都快认不出来了。她看着镜子里那个穿着旧衣裳的自个儿，那不再是荣耀，那是耻辱，是像烙铁一样印在她灵魂深处的平替二字。现实生活中，咱们身边是不是也有这样的人？为了取悦另一半，把自己活成了对方前任的样子；为了讨好老板，把自己变成了对方喜欢的性格。到头来，你以为你赢得了世界，其实你丢了自个儿。而最可怕的是，那个你努力效仿的对象，在对方心里是神，而你只是个随时可以被替换的暂代神灵。这种职场和人生的替身危机，才是这出戏最能引起咱们中老年群体共鸣的地方。活了大半辈子，咱们到底是在为谁而活？咱们这身皮囊下，还有多少是自个儿的本色？甄嬛扶着地，慢慢的站了起来，那动作僵硬的像个木偶。她没再求饶，没再分辨，连眼泪都止住了。那不是坚强，那是彻底的哀莫大于心死。他知道，从这一刻起，那个满怀梦想、一心追求一心人的甄嬛已经死了，留下的是一个看透了权力冷酷、看清了情爱虚伪的职场幸存者。这一段管管泪清的幻灭局，咱们拆的是人性的自私和真相的残酷。皇上那张薄薄的纸条，比任何圣旨都要重，它压垮了一个女人的脊梁，却也开启了一个复仇者的觉醒。在这种毁灭性的打击面前，人要么彻底沉沦，要么浴火重生。您各位咂摸咂摸，这种心死之后的觉醒，是不是比那种咋咋呼呼的争斗更让人觉得后怕？如果您觉得这层心理逻辑咱给捋顺了，那咱们接下来就得去讲讲这整出戏的结尾了。这场败仗，甄嬛到底学到了什么？在那碎玉轩的冷宫岁月里，她又是如何重塑自个儿的屠龙之心的？书接上回，咱们这出红墙里的杀猪盘大戏，总算是到了这曲终人散、冷暖自知的归结之处了。话说那甄嬛身着那件象征着耻辱与幻灭的旧吉服，跌跌撞撞地回到了碎玉轩。您各位咂摸咂摸，这回去的路，怕是比他这一辈子走过的所有路都要长。那原本灿烂的晚霞，在那一刻落在他眼里，全成了如血一般的残阳。这哪是回宫啊？这分明是去奔赴一场没有硝烟的死局。您瞧，这会儿的碎玉轩早没了先前的热闹。窗外的合欢树在晚风里沙沙作响，像是谁在背地里窃窃私语。甄嬛把自己关在那间曾经满是欢声笑语的屋子里，连灯都没点，只有那一两点凄凉的月光顺着窗棂洒进来，照在他那张苍白的像纸一样的脸上。您各位细瞧他的手，他正一寸一寸地剥下身上那件姜黄色的绸缎，那动作慢极了，每脱下一层，就像是从心口上生生揭下一层皮。这叫剥离虚假的自我。在座的各位老哥老姐，咱们在职场、在生活中，谁没披过几件皇帝的新衣？谁没为了那点子虚名，那点子别人的认可，硬把自己塞进一个不属于自个儿的模子里？这会儿的甄嬛
在那死一般的寂静里，终于开始了他人生中第一次真正的复盘。他首先反思的是这权力的幻象。您各位咂摸，甄嬛以前总觉得皇上宠她是因为她读过诗书，懂她的心，是因为她能在御花园里陪她论古今。可现在她明白了，在这紫禁城的权力结构里，所谓的情分不过是权力点缀出来的装饰品。皇上需要的不是一个灵魂伴侣，而是一个完美的、听话的、能带给他心理慰藉的工具人。甄嬛之所以输，是因为她把职场里的情感补偿当成了真正的核心资产。这在咱们现实生活里叫认不清平台的本质。你以为老板对你客气是真把你当兄弟？不，那是你还有利用价值，那是你长得像他心目中那个理想员工的样子。其次，他看清了这人际关系的底色。您瞧，这会儿碎玉轩门前，除了那几个死忠的奴才，还有谁来？那些平日里口口声声管姐姐长、管姐姐短的姐妹们，这会儿全缩在自个儿的宫里，生怕沾上一点子晦气。这就是赤裸裸的职场社交潜规则。你的社交价值永远取决于你的位分和资源。当你手里没了权，当你成了老板眼里的弃子，你之前的那些人情往来，连一张废纸都不如。甄嬛在那一刻算是彻底戒掉了对情分的依赖。她明白了一个道理，在这名利场里，唯有自个儿变强，才是唯一的生路。最重要的一点是他对纯元情节的深度解构。甄嬛坐在那儿，看着镜子里那个凌乱的自个儿，她突然明白了一个最残酷也最让她清醒的真相：只要她还活在像不像纯元这个标准里，她就永远是个输家。要想赢，就得彻底打碎这个标准，就得从管管类卿的魔咒里跳出来。她不能再去做那个像某人的甄嬛，而要做那个让皇上又爱又恨又离不开的甄嬛。这种个人品牌重塑是他未来重返巅峰的唯一出路。您各位咂摸，这反思的滋味那叫一个苦啊！可这苦里头，他带着药性，能治好甄嬛那点子文青式的天真，能治好他对权力、对男人的最后一点幻想。这在职场博弈里叫死而复生。真正的强者不是不掉进坑里，而是掉进坑里之后能拍拍身上的土，不仅能爬出来，还能顺手从坑底捡回几块压舱石。咱们现实生活中，这种绝地反思也是咱们每个人的必修课。当您在中年失业，或者家庭遭遇变故，或者被最好的朋友背后捅了刀子，您是选择在那儿自怨自艾、哭天喊地，还是像甄嬛这样，在那凄冷的碎玉轩里，把所有的委屈、不甘和耻辱全部化作日后翻盘的资粮？那种屠龙之心不是一天练成的，它是被那些冷嘲热讽，被那些致命的陷阱，被那个高高在上的管管类卿一点一点给淬炼出来的。甄嬛站起身，走到窗边，看着远处那灯火辉煌的景仁宫和养心殿。那一刻，她的眼神变了，那种清澈和灵动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深不见底的沉稳和狠辣。她知道，接下来的路是一场硬仗，是一场再也没有退路，只能肉搏的生死战。她要学的不仅是权谋，更是对自己狠，对情分冷。咱们拆的是败局后的心智重组。人生最关键的，不是你风光的时候走得多快，而是你摔得鼻青脸肿之后，还能不能长出一颗不屈的灵魂。甄嬛在那碎玉轩的冷清里，完成了她人生中最重要的一次职场转场。她不再是那个怀揣梦想的管嫔，她是即将归来的真正掌握命运的主宰。整出错穿旧衣局，到这儿就算是落下帷幕了。一件衣服毁了一个梦，却也造就了一个神。这人世间的因果，有时候就是这么讽刺。您各位咂摸，这场戏看下来，咱们听的是甄嬛，照见的其实全是我们自个儿。
这职场，这人情，这世故，哪一出不是带血的博弈？哪一段不是人性的镜像？咱们下回书再接着聊那红墙里头更精彩的局。